夫君每天让我在放满蛇的浴桶里泡满2个时辰才能出来，说用蛇毒浸润过的身材会更加曼妙，每一寸肌肤都浸透着勾魂摄魄的香气，哪怕蛇鳞滑腻的触感让我身上起鸡皮疙瘩，我也只能强忍着，等2个时辰过去。今日泡完后，我已经筋疲力尽，没想到刚起身就被夫君抱回了他的房里。第2日一早，他就不见了踪影。我躺在床上大骂他混蛋。我本来是一个农户家的女儿，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可数年前那场席卷北方的饥荒与战乱，将一切都碾得粉碎。为了换一袋能让弟弟活下去的粮食，我的亲生父母在我熟睡的汤药里下了迷药，将我卖给了南来北往的人牙子。我像货物一样被一路辗转，最终被卖进了京城最有名的萧金窟醉仙阁，成了一名任人观赏的舞姬。3年前，权倾朝野的大将军霍长渊在庆功宴上遭人暗算，被下了情毒。他浑身燥热地闯入醉仙阁，在一众花枝招展的姑娘里，偏偏选中了角落里瑟瑟发抖的我，作为他的解药。天亮之后，我以为自己会被灭口，或是被遗忘，他却将我带回了守卫森严的将军府。他没有给我任何名分，我不是妾，更不是婢，只是一个被他无名无分养在后院的女人。可除了名分，这3年来他对我却极尽慷慨，南海的珍珠，西域的宝石，江南的锦缎，一箱箱的往我院里送，仿佛要用这些冰冷的死物填满我空洞的生活。有时他从边关回来，还会随手扔给我一些新奇的小玩意儿。他对我有欲望，有赏赐，却唯独没有爱。我叹了口气，赤着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张嬷嬷恰好推门进来，身后跟着端着早膳的小丫鬟。她见我衣衫不整，发丝凌乱，眼神里闪过一丝心疼，嘴上却只恭敬地说：“姑娘该用早膳了。”我麻木地点点头，任由她为我梳洗更衣。小丫鬟打开食盒，一股浓郁的酱肘子香气瞬间飘散开来，这曾是我的最爱。可今日不知为何，那油润的香气钻入鼻腔，却让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一股强烈的恶心感毫无预兆地直冲喉头。我连忙用手帕捂住嘴，俯下身剧烈地干呕起来，却什么也吐不出来。姑娘，您这是怎么了？一旁的张嬷嬷见状，脸色瞬间煞白，连忙上前来扶住我，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我摇摇头，一个荒唐又可怕的念头却如惊雷般在我脑海中炸开。我的月事已经迟了快2个月了。张嬷嬷是府里的老人，什么风浪没见过。她看着我惊疑不定的神情，立刻就猜到了7、8分。她迅速平退了左右的小丫鬟，亲自关上房门，压低声音道：“姑娘，您别慌，老奴这就去后门请个相熟的郎中来。”等待郎中的过程，每一分每一秒都无比煎熬。当那位须发花白的老郎中3指搭上我的手腕时，我紧张的手心全是冷汗。我能清晰地听到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声，仿佛要从胸腔里跳出来。时间仿佛凝固了，终于郎中收回了手，捋着胡须，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对着我道出一句：“恭喜姑娘是喜脉。”轰！我只觉得眼前一黑，脑中一片空白，仿佛被一道惊雷从头到脚劈得粉碎。喜？这哪里是喜？这分明是一道催命符。霍长渊是谁？他是手握重兵，权倾朝野的大将军，他未来的正妻必然是门当户对的高门贵女。前几日我还听府里的丫鬟嚼舌根，说陛下已有意将最受宠爱的安宁公主许配给大将军。我算什么？一个青楼出身、无名无分的玩物，连奴籍都是他亲手撕掉的。在正妻进门前，府中若先有了庶子，尤其还是我这种身份的女人生下的孩子，那绝对是皇家和高门大族的大忌。这个孩子的存在一旦被霍长渊知晓，为了他的前程，为了平息公主的怒火，我和这个孩子都只有死路一条。送走郎中，我失魂落魄地坐在窗前，手不自觉地抚上尚且平坦的小腹，神情恍惚。这些年，霍长渊虽然对我索取无度，但每次事后都会雷打不动地让张嬷嬷端来一碗漆黑苦涩的碧子汤，亲眼看着我喝下。我原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有身孕，没想到这孩子的生命力竟如此顽强，在层层防备下还是悄悄地来了。姑娘，这可如何是好？张嬷嬷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带着担忧。我能怎么办？理智告诉我，这个孩子绝不能留。可是一想到自己被父母抛弃，孤身一人在这世上，腹中这个小生命是唯一与我血脉相连的亲人，喝了那么多年的碧子汤，我不知道打掉这个孩子后，我此生还有没有机会再做母亲。一股强烈的渴望攫住了我，我想要留下他，哪怕与全世界为敌。嬷嬷，我下定了决心，声音虽轻，却无比坚定。我想留下他。张嬷嬷闻言，重重地叹了口气，却没再劝我，让他退下，一个人在屋子里静静地坐着，脑子飞速地运转，要留下孩子，将军府事断然不能再待了。我在霍长渊眼里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消遣，他绝不会允许这个意外打乱他的锦绣前程。我的目光落在了梳妆台旁那一口紫檀木大箱子上，里面装满了3年来霍长渊赏赐给我的金银珠宝、玉器首饰。曾经我以为这些是荣宠，此刻他们却成了我唯一的生路。我打开箱子，看着满目琳琅的珠光宝气，开始盘算着逃跑的计划。有了这些东西，再加上他平日给我的那些银票，足够我和孩子下半辈子衣食无忧。我要去江南，去那个烟雨蒙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让他霍长渊再也找不到我。为了以防万一，我没有丝毫犹豫，托张嬷嬷分批将这些见不得光的首饰全部悄悄地典当变卖，换成了一沓厚厚的不记名的银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打听到，几日后便是安宁公主的寿宴，霍长渊若有心上主，必然会前去赴宴，主子不在，府中的护卫也会松懈许多，这正是我逃跑的绝佳时机。那天晚上，天公作美，下起了淅淅沥沥的秋雨。我趁着霍长渊入宫赴宴，府中防备最松懈的时刻，换上了一身不起眼的粗布衣裳，
将所有的银票紧紧地贴身藏好，在张嬷嬷含泪的注视下，悄悄从后门上了一辆早就备好的马车，车夫是我用重金雇来的，拿钱办事，不多问一句。冰冷的雨水敲打着车窗，也冲刷掉了车轮留下的所有痕迹。马车悄无声息地驶出京城，在夜幕的掩护下，一路向南，直奔江南而去。临走前，我在桌上留下了一封信。当年霍长渊带我回府时，曾亲手撕了我的奴籍文书，说在将军府我不必为奴。信里我只写了寥寥数语，感谢他这3年的照拂，从此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京城已是寒冬初至，一路南下，风光却日渐温润。1个多月后，当我抵达江南时，这里依旧温暖如春，草木葱茏。此时，我的小腹已经微微隆起，显出了孕象。我按照计划，对外声称自己是丈夫常年在外经商的寡妇，用手中的银钱在水乡深处买下了一座3进的大宅院，又请来了可靠的镖师护院和几个手脚麻利的婆子丫鬟，总算安顿了下来。在最先阁的那几年，为了讨好客人，我看过无数的戏折子。如今闲下来，便时常请江南有名的戏班子来府中唱戏解闷。但坐吃山空终非长久之计，我干脆盘下了镇上一家濒临倒闭的戏房，用我在最先阁学来的那些经营手段和编排技艺，养起了自己的百戏班子，日子倒也过得有声有色。次年初夏，我终于迎来了分娩的日子。临盆的阵痛如同山崩海啸，毫无预兆地将我吞没。我死死抓着身下的锦被，汗水早已将长发浸湿，一缕缕地粘在惨白的脸颊上。腹中那翻江倒海般的疼痛，几乎要将我的身体撕成2半。每一次宫缩，都像是在经历一场凌迟。我的意识在清醒与昏迷的边缘线上挣扎，耳边只剩下稳婆越来越惊慌的尖叫：“不好了，夫人血崩，怕是要难产了。”就在我以为自己要死在产床上时，我贴身的丫鬟半夏撬开我的嘴，给我喂了2片吊命的人参，一股暖流涌入腹中，将我从鬼门关硬生生拉了回来。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孩子终于顺利降生。我虚弱地躺在榻上，看着半夏站在摇篮旁，小心翼翼地逗弄着那个小小的婴儿，听他小声嘀咕：“这小家伙怎么长得皱皱巴巴的，像个小老头？”半夏也是从京城来的，他本是教坊司的人，不知为何流落至此。那日我去采买下人，恰好遇见人牙子，因为他不服管教，要生生折断他的手腕。我一时心软，便将他救了下来。半夏精通琴棋书画和各类戏法，如今不仅是我的贴身丫鬟，更是西房里最得力的管事，与我情同姐妹。我没什么力气跟他拌嘴，只让他寻个可靠的奶娘来。半夏办事利落，很快就找来了江南最好的奶娘。在奶娘的精心照料下，孩子没多久就长得白白胖胖，浴血可爱。有一天，我与半夏在院子里的桂花树下逗着孩子，他忽然问我：“姐姐还没给小少爷取个名字呢。”我抬起头，正巧看到一道璀璨的流星划过湛蓝的天幕，拖着长长的尾巴，安静地沉入天际线。我心中一动，柔声说道：“就叫星辰吧，随我姓，叫苏星辰。我愿他此生能远离京城那些权势纷争，就像江南的星子，安静地沉落在温柔的水乡夜色里，平安顺遂，一世无忧。”可我没想到，苏星辰这孩子半点也随不了我的愿，才到能跑能跳的年纪，便上蹿下跳，没有一刻安宁。今天爬到院里最高的那棵树上摘果子，明天就敢抱着竹竿去掏屋檐下的鸟蛋。在大些，更是对读书写字毫无兴趣，整日跟在戏房里的武师傅屁股后面，有模有样的舞枪弄棒。我虽盼他做个温润的读书人，但看着他那双提起刀枪就闪闪发亮的眼睛，终究还是软了心。罢了，只要他喜欢，能安身立命便好。我开始四处打听，想给他寻一个真正会功夫的师傅。没过多久，我就从一位相熟的贵妇人口中听说，江南隐居着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镖师。据说那位老镖师曾是宫中的禁军统领，武艺高强，后辞官归隐，偶尔会收几个有天赋的弟子悉心教导。下月正好是老镖师开门收徒的日子，我便备了厚礼，带着星辰前去拜访。那老镖师仙风道骨，见了星辰，让他扎了几个马步，又伸手摸了摸他的根骨，浑浊的眼睛里顿时金光一闪，连连点头，捋着胡子赞道：“好啊，这孩子的根骨齐家，是我生平罕见。像他这样的天赋，老夫这么多年也只见过2个。”我心中欢喜，随口问了句：“那不知另一位是谁？”我听着老镖师对星辰天赋的赞不绝口，心中喜忧参半。为了打消最后一丝疑虑，我故作轻松的随口问了句：“那不知另一位是谁？”老镖师闻言，只是神秘的笑了起来。他捋着胡须，浑浊的眼中闪过一丝怀念与激赏，却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呵呵笑道：“缘分到了，姑娘日后自然会知晓。”既然他无意多谈，我便也不再追问，只要星辰能学到真本事，其他的都不重要。就这样，老镖师正式收下了星辰为徒。从此，星辰的生活变得格外充实。每日天还未亮，他便自己一咕噜爬起来，穿戴整齐，兴冲冲地跑上山去，跟着师傅和师兄们一起练功，直到日落西山，他才会拖着疲惫的步伐，带着一身的汗水与尘土回来。但那双眼睛却比天上的星子还要明亮。直到某一天，我正在核对西方的账目，星辰忽然像一阵风似的从外面冲了进来，小脸因为兴奋涨得通红，他一把扑到我跟前：“娘，师傅要带我们去边疆。”我强压下心头的巨浪，缓缓蹲下身：“星辰，告诉娘，
为什么要去边疆？星辰手舞足蹈地比划着。师傅说，我们几个根基扎得差不多了，总在山里练是纸上谈兵，成不了真正的男子汉。他要带我们几个最得意的弟子去真正的军营里住上一段时日，亲身体验行军打仗是什么样的。时隔多年，我没想到再次听到那个男人的消息，竟会是在我亲生儿子口中。星辰仰着小脸，用一种近乎崇拜的语气，将他从师傅那里听来的消息全说了出来。师傅说，北蛮大军集结，要南下攻占我们江南。当今圣上派了霍长渊大将军领兵前来御敌，因为师傅久居江南，熟悉这里的山川地势，所以霍将军特地修书一封，重金邀请师傅前去军中担当参谋，指点一二。师傅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历练机会，说真正的功夫是在沙场上磨砺出来的，所以他打算带上我们几个最得意的弟子一同前往。娘，我是其中之一呢。我看着儿子那张与记忆中某个男人有几分相似的脸庞，强压下心头的惊涛骇浪，声音沙哑地应道：好，这是好事，娘支持你。接下来的几天，我强打起精神，为星辰准备行囊。我给他缝制了厚实耐磨的衣物，准备了伤药和干粮，将一小袋碎银子缝在他贴身的内衬里。我一遍又一遍地叮嘱他：星辰，你要记住，战场上刀剑无眼，一定要紧紧跟在师傅身边。军营里纪律森严，不比家里，切莫冲撞了贵人，知道吗？我嘴上说着，心里却怕星辰那张与霍长渊有几分相似的脸会被人认出来。可我又不断地安慰自己，霍长渊如今是统领千军万马的大将军，哪里会有闲工夫去注意一个跟着老头子来历练的小屁孩。出发前夜，我拉着半夏一起最后一次检查星辰的包裹。半夏看着小脸白净、身形板正的星辰，忽然歪着头，像是想起了什么，用一种不确定的语气轻声问道：姐姐，你有没有觉得星辰他长得有些像京中的一位贵人？我手中正在整理衣物的手猛地一僵，血液仿佛在瞬间凝固。我不敢去看半夏的眼睛，强迫自己扯出一个僵硬的笑容。贵人，我一个从最先阁出来的，哪里有机会见过什么京城的大人物？你呀，定是看花了眼，小孩子家家的，长得都差不多嘛。半夏见我如此说，便也不再坚持，轻声说道：许是吧，就当是我看错了。说罢，他便低下头，继续帮我一起收拾东西。星辰走后，偌大的宅院瞬间变得空空荡荡。我度日如年，唯一的慰藉便是去城里人流最密集的茶馆坐着。江南富庶，是消息的集散地。我听到他们交谈，战场上的霍长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打得北蛮大军闻风丧胆，节节败退。除了战事，我还听到了更多关于他在京城的风流韵事。有人说，这位霍大将军也不知是怎么了，至今未曾娶妻。多少世家贵女想方设法地向他抛出橄榄枝，可他全都视若无睹，一一回绝。但又有人说，霍长渊脖子上常年挂着一枚花形的木牌，雕得极为粗糙，可霍长渊却宝贝得紧。这几年每次出征都贴身带着，大战前夜总会独自一人在帅帐中对着那枚木牌看上许久，仿佛是什么能带来胜利的护身符。因此军中私下里都在传言，说大将军并非无情，而是早就有了心上人。听到这里，我端着茶杯的手微微一顿。那花形木牌是我入将军府的第1年亲手为他刻的。那时我听府里的下人说，大将军从边关回来后，夜里时常难以安寝，我便动了心思，用自己攒下的所有积蓄，换来了一块上好的安神沉香木。整整3天3夜，我把自己关在房里，用一把小小的刻刀仔仔细细地雕琢着，指尖被木屑磨破，渗出血珠，熬得双眼通红，才刻出这一枚木牌。可当我满心欢喜地将那枚终于成型的木牌送到他面前时，他只是从堆积如山的公文中抬起眼，淡淡地瞥了一眼，神情没有半点波澜。他随手就将它放在了一旁。之后我再也没见他戴过，也再没见他出现过。我当时只当他见惯了奇珍异宝，看不上我这粗陋的手工玩意儿。可现在时隔多年，他怎么忽然又开始戴起来了？心上人，真是天大的笑话。我忍不住在心里冷笑一声，他当年何曾将我放在眼里过？在他眼中，我不过是个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玩物，一件比那些金银珠宝稍微有趣些的摆设罢了。如今时过境迁，他倒开始故作深情地缅怀起来了，真是可笑至极。话虽如此，可不知为何，心底深处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泛起一阵隐秘而尖锐的酸涩。为了不再去想这些扰人心烦的往事，也为了排解对星辰的思念，我便将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了戏方的经营上。我改良了曲牌，根据时下流行的故事编排了新戏，又从各地搜罗来色艺双绝的伶人。没过多久，戏方的名号便在江南一带彻底打响，生意越来越红火。不仅是本地的富商乡绅，就连许多大江南北闻声而来的客商也都会专程前来捧场，一时间门庭若市，风光无两。战事紧张，他也是一有空闲就会托南归的信使给我捎信回来。在信里，他又向我描绘着军营里的一切，他诉说着第一次见到真正铁甲骑兵时的震撼，描述着夜晚在营帐外站岗时看到的与江南截然不同的辽阔而璀璨的星空。字里行间没有丝毫对战争的恐惧，满满的都是能够亲身参与保家卫国、抵御外敌的激动与自豪。
我捧着这些信，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我高兴我的星辰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但也担忧他越来越像霍长渊，有朝一日说不定会被人发现身世，然后从我身边被生生夺走。我担忧了整整大半年，直到初冬的一天，一封从边境800里加急送来的捷报，伴随着一封熟悉的家书，一同送到了我的府上。大将军霍长渊亲率神策军，大破北蛮主力，斩敌数万，一举收复失地16城。而家书上则是星辰的笔记，比半年前更加苍劲有力。信上的内容简单而直接，却比任何胜利的消息都让我欣喜若狂。他说北蛮已退，战事已平，过几日老镖师就会带着他们启程回来。我开心的几乎要落下泪来，也再顾不上什么霍长渊，心里眼里只剩下我那即将归来的儿子。我仔细算着他们回来的日子，终于到了他们预计抵达的当天，天还蒙蒙亮，我便再也按捺不住，匆匆赶到城门口，翘首以盼。我从清晨站到午时，终于在官道的尽头看见了几个熟悉的身影。走在最前面的正是仙风道骨的老镖师，而在他身侧那个身形挺拔的少年，不是我的星辰又是谁？不过短短半年，他像是被春雨催生的竹笋，身量拔高了不少，褪去了孩童的稚气，眉宇间多了几分少年人的英气。恍惚间，我竟觉得他已经有了几分霍长渊的影子，我的心不由自主地揪紧了。然而当那双明亮的眼睛在人群中捕捉到我的身影时，他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清脆的欢欢喜喜地冲我喊了一声娘亲。我笑着快步上前，一把将他紧紧抱在怀里。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在军营里过得怎么样？苦不苦？可有想娘？想，当然想。说着，他献宝似的从身后抽出一把打磨光滑的木剑，兴致勃勃地递到我面前。娘，你看，这是我一位师兄给我刻的。他脸上洋溢着崇拜与喜悦，滔滔不绝地介绍起来。那位师兄可厉害了，他是师傅的关门弟子，师傅说他的根骨是百年难遇的好。我们到了军营，他就主动要带我四处逛逛，教我认军旗，还亲手给我刻了这把木剑，说让我先练着玩。我笑着接过他递来的剑，入手微沉，木质细腻，显然是用了心打磨的。我的目光顺着光滑的剑身滑下，我的呼吸骤然一滞，那里赫然烙印着一个熟悉的花形的刻痕。那个花形的刻痕像一团鬼火，在我眼前灼灼燃烧，烫得我指尖发麻。我的心顿时咯噔一下，紧紧盯着星辰，急切地问道：星辰，你可知那位师兄叫什么名字？星辰被我严肃的神情弄得有些不解，他偏着头，努力地回想了一下，才不太确定地说道：名字我不知道，不过他的地位似乎特别高，好像是姓霍。果然是霍长渊。我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手中的木剑再也拿不住，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是他，一定是他，那个所谓的师兄就是霍长渊本人。就在我心神俱裂，浑身冰冷之际，半夏提着裙角，满脸喜色的从府里快步跑了出来，声音里带着一丝兴奋的喘息。姐姐，大生意来了。他跑到我跟前，完全没注意到我的异样，激动地说道：刚刚官府来人传话，说大军回京前要在我们江南休整一段时日。回首的霍将军听闻我们苏家班的名气，提议要体验一番江南的百戏，点了名要我们戏房明晚就去军中驻地，为将士们唱一台堂会。这几个字连在一起，像一道催命的符咒，将我最后一点侥幸也击得粉碎。他果然是开始怀疑了，他怀疑星辰的身份了，所以他才会用这种方式逼我现身。我瞬间如坠冰窟，四肢百骸都冻得僵硬，手脚冰凉的没有一丝温度。我看着半夏那张因接到大生意而兴奋不已的脸，只是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含糊地应了一声。我的脑子里乱成一团，只有一个念头在疯狂地叫嚣着，我不能再这样坐以待毙了。我几乎可以清晰地预见到接下来会发生的一切。一旦霍长渊确认了星辰的身份，以他那向来霸道决绝、不容置喙的性子，必然会不惜一切代价将儿子从我身边夺走。他不会问我的意见，更不会顾及我们母子这5年相依为命的感情。在他眼里，星辰是他的血脉，是霍家的子嗣，理应回到他身边，接受他安排好的一切。而我这个他眼中随时可以丢弃的玩物，又有什么资格与他争抢？我绝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星辰是我的一切，是我当年从京城逃出来，在这世间苟延残喘的唯一支柱。那个晚上，我的内心进行了一场天人交战，最终恐惧压倒了一切。我不能赌，我赌不起。西方如今已经走上了正轨，有没有我时刻看着，都能平稳运转下去。我必须走，立刻就走。夜深人静，我悄悄潜入星辰的房间，将他喊醒。星辰迷迷糊糊地睁开眼，不解地看着我。我来不及多做解释，胡乱地给他套上外衣，将早就准备好的装着银票和几件换洗衣物的简单包袱背在身上，拉着他冰凉的小手就朝着后门的方向摸去。然而当我颤抖着手拉开那扇沉重的后门时，我所有的幻想与祈祷都在瞬间化为了齑粉。后门的巷子里没有我事先约好的马车，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月光下一道身披银甲如山般矗立的身影和一排手持长戟肃杀而立的精兵。他们像一张无声的密不透风的网，将我所有的退路都彻底封死。为首的那道身影缓缓转过身，月光照亮了他那张我曾在梦中见过无数次的俊美而冷酷的脸，是霍长渊。数年不见，他比记忆中更加清瘦，下颌的线条愈发锋利，但那份久居上位的沉稳与威压却比当年更盛，眉宇间积攒的杀伐之气，不是霍长渊还能是谁？他一言不发，就那样站在离我几步之遥的地方，用那双深邃如海的眸子
死死地盯着我，那眼神太过复杂。我下意识地将星辰小小的身子往我身后拉了拉，用自己的身体将他完全护住。我强迫自己迎上他的视线，挺直了早已发软的脊背，摆出一副强作镇定的姿态。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藏在袖中的手早已抖得不成样子，心中更是早已乱成一团。我怕他不经我的允许，直接强硬地抢走我的孩子。这个孩子本来就是在不被期待的时候出生的，若是被霍长渊带回去，还不知道会经历些什么。我越想越心惊，死死地护着身后的孩子。只是星辰被我从睡梦中强行拉起，此刻还迷迷糊糊的。他揉着眼睛，显然还没有意识到我们两人之间这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诡异气氛。当他看清眼前的人时，脸上瞬间露出了惊喜的表情。他完全没注意到我僵硬的身体，欢欢喜喜地扯着我的袖子，清脆的声音在寂静的清晨里显得格外响亮。娘亲，娘亲，这就是在军营里对我特别好的那个师兄，原来你们认识呀。星辰天真无邪的话语像一把最锋利的匕首，将我最后的伪装剥得干干净净。我能感觉到霍长渊那冰冷的视线在听到这句话后如有实质般的落在了我身上，几乎要将我凌迟。然而当他的目光转向从我身后探出小脑袋，正好奇地望着他的星辰时，那满眼的戾气与冰霜却奇迹般的柔和了下来。他深深地看了星辰一眼，他薄唇微起，声音低沉而沙哑，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嘲讽。夜深了，夫人不请我进门歇一歇吗？夫人两个字被他咬得极重，我无从拒绝，也无力拒绝。在他和他身后那些精兵的注视下，我只能僵硬地侧过身，眼睁睁地看着他迈过门槛。一进门，霍长渊便蹲下身，用一种近乎温和的语气对星辰说：星辰，夜深了，快回去睡觉，我与你娘亲有要事相商。星辰听话地点点头，乖乖地回了房。随着房门被关上，我攥紧了拳头，用尽全身力气才找回自己的声音，冷冷地问道：你到底过来干什么？霍长渊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只是转过身，一双黑眸在昏暗的烛光下亮得惊人。他一步一步地向我逼近，直到我退无可退，背抵在冰冷的墙壁上。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一字一句清晰而残忍地问道：苏星辰是不是我的儿子？尽管早已猜到，但当这个问题被他如此直白地问出口时，我的心脏还是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攥住。我几乎是出于本能的摇头，声音尖锐地否认：不，他不是。我的否认似乎在他的意料之中。他闻言竟低低地笑了一声，那笑声里充满了冰冷的嘲讽与怜悯，缓缓说道：不是，你当我是傻子吗？在军中我早已与他滴血认亲，更何况他与我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你以为我怎么可能认不出来？他看着我瞬间煞白，再无一丝血色的脸，眼神里没有得意的炫耀，反而掠过一丝更深的痛楚，继续说道：在军营里第一眼见到他，我就觉得不对劲儿，我便去问他，他的父母是哪里人？他顿了顿，像是在回忆当时的情景，声音更低了。他说他没有父亲，他的母亲叫苏檀，在江南。听到这里，我心中最后一道防线也彻底崩塌了。既然已经被他识破，再否认下去又有什么意义？一股绝望的破罐子破摔的勇气涌了上来。我抬起头，直视着他的眼睛，冷笑一声，承认道：是又怎么样？他是我怀胎10月从鬼门关走了一遭才生下来的儿子，是我辛辛苦苦养大的，你凭什么把他带走？我告诉你，不可能。积压了5年的恐惧、委屈和愤怒在这一刻尽数爆发。我越说越激动，声音也越来越大，几乎是在对他嘶吼。当年是你每次都逼着我喝下那碗避子汤，是你根本就不想要这个孩子，现在你又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质问我？霍长渊，你有什么资格？然而就在我情绪崩溃，准备迎接他更猛烈的怒火时，霍长渊却忽然做出了一个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举动。他猛地向前一步，伸出双臂，将我整个人都紧紧的、狠狠地抱在了怀里。我所有的声音、所有的嘶吼都在瞬间被堵在了喉咙里。这个突如其来的拥抱让我全身的血液都在瞬间凝固。我听到他在我耳边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压抑着无尽痛楚的声音低声唤我：檀儿，跟我回去，我不会伤害你们。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被狠狠刺痛了一下，但随之而来的是更深的、更冰冷的警惕。我猛地回过神来，用尽全身力气一把将他推开。我退后2步，与他拉开安全的距离，脸上是我能做出的最冷漠的表情。我冷笑一声，说道：我们之间不过是一场身体交易，你贵为大将军，前程似锦，本来也不可能娶我一个青楼出身的女子。当年你尚且不肯给我一个名分，现在再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又有什么用？我的目光像淬了冰的刀子，直直地射向他。回到京城又如何？继续做你那个没名没分的玩物吗？霍长渊，我告诉你，从我离开将军府的那一刻起，我就和你霍长渊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我的话音刚落，霍长渊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他像是被我的话彻底激怒了，猛地上前一步，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力道大的几乎要将我的骨头捏碎。没关系。他气得额上青筋暴起，几乎是咬着牙从齿缝里挤出这几个字：苏檀，你真是好狠的心，好一个没关系，你这个丧良心的女人。他死死地瞪着我：你带着我的孩子一声不吭的就跑了，整整5年。如果不是这次意外，如果不是老天开眼让我遇见了星辰，我是不是这辈子都不知道我霍长渊还有一个儿子活在这世上？我丧良心？我凄然一笑，眼泪却流得更凶。霍长渊，你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我若不跑，
还能有活路吗？当年满京城都在传你就要杀安宁公主了，我一个无名无分被你养在后院的情人，在正妻进门后会是什么下场？你我心知肚明，他怎么可能容得下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我上前一步，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将积压了5年的恐惧与怨恨一字一句地砸向他。还有，你天天让张嬷嬷端来的那碗碧子汤，你忘了吗？一碗又一碗，我喝得嘴里发苦，喝得身子发寒。如果不是我命大，如果我不跑，我肚子里的这个孩子还能顺顺利利地降生到这个世上吗？我的声声气诉像一把无形的重锤，将他所有的怒火与质问都砸得粉碎。霍长渊脸上的怒气一点点褪去，取而代之的是震惊、错愕。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就那样怔怔地看着我，仿佛是第一次认识我，也像是第一次正视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良久，他眼中的滔天巨浪终于归于死寂，只剩下一片深不见底的悔恨与痛楚。他看着我泪流满面的脸，喉结艰难地滚动了一下，用一种近乎气音的沙哑到极致的声音，轻轻地笨拙地跟我道歉：“对不起，塔儿，对不起。”他向我伸出手，似乎想再次抱住我，眼神里带着一丝乞求：“跟我回去，我发誓，我一定会对你好的。”不必了。我猛地挥手打开他的手，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指着门口，声音冰冷地嘶吼道：“你走，给我滚出去！”他被我眼中的决绝和恨意震慑住了，僵在原地，最终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转身默然离去。我以为他会像当年一样拂袖而去，从此与我再无瓜葛，可我没想到他没有走。第二天，我没有等到他带兵离开的消息。第3天、第4天，他就像一颗钉子，死地钉在了江南。更让我震惊的是，没过多久，半夏就从外面带回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霍长渊大将军竟然让副将率领大军先行回京复命，而他自己则以体察民情为由，一个人留在了江南。从此之后，我的生活便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境地。他不再带兵闯入我的后院，却以一种更磨人的方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我的生活。他时不时的就会往我的西房跑，不要包厢，也不惊动任何人，就那么一个人，穿着一身寻常的锦袍，坐在大堂最不起眼的角落里，点一壶清茶，安安静静地听上一整天的戏。他的目光却总是有意无意的越过喧闹的人群，落在我身上。他没有再用强硬的手段逼我回去，而是用一种我更无法应对的方式，开始了漫长的渗透。第二天，西房里的伶人们在后台歇息时，忽然收到了城里最有名的百味斋送来的各式点心，包装精美，用料考究。众人正惊奇是谁如此大手笔时，送点心来的伙计却只说是一位姓霍的客官赏的。此后，这样的赏赐变成了常态。不仅如此，不知他从何处打听到，星辰最爱吃城东那家李记的桂花糕，那家店是100年老字号，每日只卖200份，去晚了便没有了。于是，那个曾经一声令下便能调动千军万马的男人，如今却愿意为了几块糕点，在市井小铺前与寻常百姓一同耐心等候。他日日风雨无阻地亲自去排队，将还带着热气、最新鲜的糕点用油纸包好，亲自送到我们院中。他不再提回京城的事，却自然而然地接手了所有与星辰有关的事务。他亲自接送星辰往来于老镖师的住处，在星辰练功时，他便在一旁负手而立，偶尔会亲自下场，指点1-2个招式。星辰本就对他崇拜有加，如今更是亲近，整日师兄长、师兄短地跟在他身后。我的冷漠，我的视若无睹，并没有让霍长渊退缩，反而让他愈发执着。他开始更频繁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有时是借着给星辰送新买的弓箭，或是西域传来的小玩意儿的名义，光明正大地踏入我的院子。更多的时候，他则只是默默地站在院中的那棵桂花树下，不说话也不靠近，一看就是一整个下午。他的目光沉静而悠远，不知道是在看我，还是在看这个他缺席了5年的家。我能感觉到他想与我修复关系，想弥补这几年的亏欠。他笨拙的、固执的用他自己的方式，试图一点点敲开我冰封的心墙。然而5年的伤疤，岂是几块糕点、几句道歉就能抹平的？我依旧抗拒着霍长渊的一切接触，将他送来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放在一边。在他出现时，便立刻转身回房，连一个眼神都吝于给他。我以为只要我足够冷漠，他总有耐心耗尽的一天。直到这日午后，天气晴好，秋阳暖融融地照在人身上，星辰在家里待不住，便约了几个年岁相仿的小伙伴要出去玩。霍长渊恰好又借着送点心的名义待在院里，听闻此事，便主动请缨，说自己闲来无事，可以跟着过去照看1-2。我心中厌烦，懒得与他多费口舌，便由他去了。我则将自己埋首于西方的琐事之中。然而才刚过50，一声凄厉的尖叫如同利刃般划破了午后的宁静。一个小厮连滚带爬的从外面冲了进来，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声音抖得不成样子：“不好了，夫人，小公子他不见了！”轰！我只觉得眼前一黑，天旋地转，几乎要晕厥过去，手中的毛笔脱手而出，在账本上留下一个刺目的墨点。脑子里嗡的一声，瞬间一片空白，只剩下那句不见了在疯狂地回响。我猛地回过神来，一把抓住那小厮的胳膊，指甲几乎要嵌进他的肉里，声音是我自己都未曾听过的尖利与嘶哑：“你说什么？星辰呢？他在哪儿丢的？”小厮被我吓得战战兢兢，哆哆嗦嗦地指着外面，在街市上。霍长渊，我什么也顾不上了，提着裙子就往外冲，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找到星辰。我一路狂奔，穿过喧闹的街道，撞倒了无数的行人，周遭的一切都变成了模糊的幻影。当我终于跑到街市上的时候，我看到了站在那里的霍长渊。
他高大的身影被一群人团团围住，有他手下的亲兵，有我们府上闻讯赶来的家丁，还有一些探头探脑、窃窃私语的围观路人。他站在那片嘈杂的中心，却像被隔绝在另一个世界，身上那股运筹帷幄的沉稳荡然无存，只剩下一种令人心悸的焦躁。他看到了我，在我目光触及他的一瞬间，他那双总是锐利如鹰的眸子竟下意识地躲闪了一下，随即他立刻排开众人，快步向我走来。他走到我面前，声音压得极低，带着一丝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慌乱与沙哑，急切地解释道：刚才有从京中来的800里加急军报，我就跟副官说了2句话的功夫，没想到一转眼孩子就不见了踪影。他的解释在我听来是如此的苍白无力，我的心已经沉入了最深的冰海，感觉不到痛，也感觉不到愤怒，只剩下一片麻木的彻骨的寒冷。我看着他，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从喉咙里发出一个冷漠至极的音节。然后我用一种不带任何情绪的平静到可怕的语调问道：孩子现在有消息了吗？我的平静显然比任何歇斯底里的指责都让他更加无措。霍长渊高大的身躯微微一震，他艰难地摇了摇头，随即又像是为了证明什么，连忙补充道：还没有，但我已经派了我所有的亲卫封锁了全城9门，挨家挨户的去找，一定能找到的。我没有再听他后面的话，也没有再看他一眼，我只是漠然地收回目光，扭头就走，将他和他那句无力的保证一同抛在了身后那片喧嚣的混乱之中。霍长渊小心翼翼地跟在我身后，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亦步亦趋。他追着我，声音里充满了压抑的恐慌与无措，低声地反复地道歉：檀儿，对不起，是我的错，你放心，我一定会补偿你。我猛地停下脚步，转过身，一双早已被泪水模糊的眼睛恶狠狠地盯着他，那2个字像是一把淬了毒的利刃，将我最后一道名为理智的防线彻底割断。霍长渊，你拿什么补偿？我冲着他嘶吼，滚烫的泪水不受控制地涌出眼眶。那是我的命，如果星辰出了任何事，我告诉你，我这辈子下辈生生世世都不会原谅你。我的话像一道道惊雷，劈得他脸色惨白，高大的身躯在秋日的阳光下竟显得有几分摇摇欲坠。他所有的话都被堵在了喉咙里，最终只是闭上了嘴，沉默地承受着我所有的怨恨。我看着他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心中没有丝毫快意，只有更深的绝望。我胡乱地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声音冰冷地说道：别跟着我，分头去找。说完，我便不再理他，转身冲进了另一条巷子，像一只无头苍蝇，声嘶力竭地呼喊着星辰的名字。时间在煎熬中一点点流逝，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是在我心上凌迟。没过多久，就在我几乎要被绝望吞噬时，一个熟悉的身影急匆匆地向我跑来，是霍长渊身边的那名亲兵。他跑到我面前，喘着粗气，脸上却没有半分找到人的喜色，反而眼神躲闪，不敢与我对视。他低下头，支支吾吾地禀报道：夫人，小公子他找到了。他虽然说的是找到了，可那副神情却像是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心上。我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找到了，他在哪儿？那亲兵被我抓着，头垂得更低，声音细若蚊蚋，却像一道惊雷在我耳边炸响。在城郊的护城河里，小公子他落水了。落水了！我脑海中轰的一声，瞬间一片空白，所有的声音，所有的景象都在刹那间离我远去，只剩下这2个字，像魔咒一样在耳边盘旋。在哪儿？快带我去！我用尽全身力气，才从喉咙里挤出这几个字。我几乎是被那亲兵拖着，一路跌跌撞撞地往城郊跑去。我们一路跑到了城郊河边，那里早已里3层外3层地围满了人。我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只是疯了一样的往前挤，嘴里胡乱地喊着星辰的名字。我没有看到星辰的身影。河边站满了人，他们都伸长了脖子，对着宽阔的河面指指点点。我的心一点点沉入谷底，一种灭顶的绝望攫住了我。我好不容易挤到了最前面，挤到了冰冷的河边，可水面上除了泛着粼粼的波光，什么都没有。就在我浑身冰冷，以为自己就要失去它的时候，不远处的河中心，水面忽然哗啦一声巨响，激起了一大片浪花，一道身影从河水中猛地钻了出来，是霍长渊。他浑身湿透，黑发凌乱地贴在苍白的脸上，嘴唇冻得发紫，而他的怀里紧紧地抱着一个瘦小的身影，是星辰。霍长渊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奋力向岸边游来，他将星辰托举着，在自己身前。他顾不上自己，在亲兵的拉拽下爬上岸后，第一时间便跪倒在地，将星辰平放在地上，用他从军中学来的急救方法，双手交叠用力按压着星辰小小的胸膛，一下2下，他的动作标准而急切，每一次按压都仿佛用尽了他全部的力气。终于在不知道第几下按压之后，星辰猛地弓起身子，从口中吐出好几口浑浊的河水。他没事了。看到儿子睁开眼睛的那一瞬间，我再也支撑不住，双腿一软瘫倒在了地上。我瘫软在地的瞬间，半夏和几个府里闻讯赶来的家丁也终于挤了进来，他们七手八脚地将我扶起，而随行来的医师则连忙上前，从霍长渊手中接过惊魂未定的星辰，开始仔细地为他检查身体。霍长渊跪在地上，浑身湿透，狼狈不堪。他抬起头，看向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浓得化不开的歉疚与后怕。他张了张嘴，似乎想对我说些什么，但我却顾不上看他。此刻，我的世界里只剩下我的儿子。我挣开半夏的搀扶，跌跌撞撞地扑到医师身边，紧紧地盯着他为星辰诊脉的每一个动作，一颗心依旧悬在喉咙口。我专心致志地听着医师的嘱咐，看着他给星辰裹上厚厚的毯子，将那个浑身湿透的霍长渊孤零零一个人晾在了旁边。
直到医师再三确认，星辰只是受了惊吓，呛了些水，并无大碍，只要回去好好休息，喝几副驱寒的汤药便可。我那颗几乎要停止跳动的心，才终于缓缓落回了原处。我再也顾不上其他，亲自从医师怀里接过虚弱的儿子，紧紧地抱在怀里，仿佛抱着失而复得的稀世珍宝。我没有坐府里备下的马车，而是一步一步亲自将他抱回了家。回到熟悉的卧房，我将星辰安顿在柔软的床榻上，躺下没多久，或许是温暖的被褥让他缓了过来。星辰长长的睫毛颤了颤，缓缓地睁开了眼睛。他看到我守在床边，眼中闪过一丝后怕，随即伸出小手紧紧地抓住了我的衣袖，声音还有些虚弱，却带着一丝急切的辩解。娘，你别怪师兄，不关他的事。他喘了口气，小声地解释道。我是看到一只特别漂亮的蝴蝶，翅膀是金色的，从来没见过，我就想把它捉回来给娘看，谁知道它飞得那么快，我一路追，就追到了城郊，没想到河边长了青苔，我脚下一滑就跌进去了。真的不关师兄的事，是我自己不小心。看着他那双清澈的，生怕我责怪他师兄的眼睛，我心中百感交集。我伸出手摸了摸他冰凉的小脸，声音是我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温柔。娘知道了，不怪他，也不怪你，你好好休息，睡一觉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我替他掖了掖被角，直到他重新闭上眼睛，呼吸变得平稳，然后我才缓缓地站起身，转过头看向那个从我们回来起就一直沉默地像个影子一样守在房间角落里的男人。他依旧穿着那身湿透的衣物，水珠顺着他凌乱的发梢滴落，在他脚边阴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他高大的身躯在房间的角落里投下一道落寞而沉默的影子，在没有了半分平日里生杀予夺的威势，反而像个不知所措等待审判的囚徒。他不敢与我对视，当我转过头将目光落在他身上时，他那双总是锐利逼人的眼睛竟下意识地避开了，视线游移不定，就是不敢看我。看着他这副小心翼翼，甚至可以说是卑微的模样，我心中那根紧绷到极致的弦忽然就断了。所有的愤怒、恐惧和怨恨在这一刻都仿佛被抽空了，我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谁能想到，那个在战场上威风八面，在朝堂上说一不二的大将军霍长渊，竟然也会有这样的一面。我的笑声很轻，却像一根针扎破了这满是的死寂。霍长渊猛地抬起头，错愕地看着我，眼中满是不解。我止住笑，摇了摇头，声音平静地开口：我不怪你，你是大将军，自然要以家国为重，军情紧急，你分身乏术也是情理之中。今日你能将星辰救下来，我就已经很感激了。我的话语平静而客气，像是在对一个萍水相逢的恩人道谢。这份疏离的客气，显然比任何指责都让他更加难受。他脸上没有丝毫如释重负，反而更加不安。他向前挪了一步，急切地说道：星辰也是我的孩子，你不要对我这么客气。看着他那副局促的样子，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终是被触动了。我叹了口气，主动走上前，在他惊愕的目光中伸出双臂，轻轻地抱住了他。他的身体因为我的靠近而瞬间僵硬，冰冷的衣衫让我打了个寒战。我将头靠在他坚实的胸膛上，隔着湿漉漉的布料，能感受到他那颗因为紧张而狂乱跳动的心。我闭上眼，轻声说道：霍长渊，虽然我不怪你，但是你毕竟有要务在身，皇上和满朝文武都在京城等着你，你不能再继续跟着我们母子在江南这样胡闹下去了。我话音刚落，便感觉到他僵硬的身体微微一颤，他没有回报我，而是用一种充满了委屈的、近乎控诉的语气，在我头顶闷闷地开口：你还是要赶我走。他那委屈的控诉，像在我心上最柔软的地方轻轻挠了一下。我从他怀里退出来，看着他那双因为我的话而瞬间暗淡下去的黑眸，心中竟生出一丝不忍。他见我没有再推开他，便得寸进尺地小心翼翼地拉住了我的手。他的手掌因为刚从冰冷的河水里出来，还带着刺骨的寒意，却握得那么紧。他看着我，用一种近乎乞求的语气试探着问道：檀儿，既然你不怪我了，那今晚我能不能跟你一起睡？他说完，便紧张地抿着唇，像一个等待宣判的犯人，那副可怜兮兮的模样，哪里还有半分大将军的威严。我看着他，看着他湿透的衣衫，看着他苍白的嘴唇，看着他眼中那毫不掩饰的期盼与脆弱，心中那堵冰封了5年的高墙，终于裂开了一道无法忽视的缝隙。我终究还是心软了，轻轻地点了点头。他眼中瞬间迸发出巨大的、难以置信的狂喜。那一夜，他没有对我做任何越矩之事，只是像个孩子一样，从身后紧紧地抱着我，将头埋在我的颈窝，一遍又一遍地诉说着这5年来的悔恨与思念。他说他从未想过要上公主，说他当年发现我流信出走后，几乎要疯了，派人找遍了整个京城。他说他后悔了，从我离开的第一天起，他就后悔了。听着他语无伦次的表白，我没有回应，却也没有再推开他。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便由远及近。星辰每日出门习武前，都要跑来我房间跟我打个招呼。往日他都会先敲门，今日或许是心中喜悦，竟忘了规矩。只听吱呀一声，房门被他直接推开，他兴冲冲地跑进来，却在看到床榻上的景象时，猛地刹住了脚步。他看着与我同榻而眠，正拥着我的霍长渊，惊讶地瞪大了眼睛，随即像是反应过来了什么，小脸一红，连忙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然而那指缝却分得大大的，一双黑溜溜的眼睛在后面好奇地咕噜噜直转。下一秒他便放下了手，脸上绽放出比朝阳还要灿烂的笑容。
他没有再打扰我们，而是转身开开心心地跑了出去。只听他在门口对着闻声而来的半夏，用他所能发出的最响亮的声音大声宣布道：半夏姐姐，我有爹爹了。听着他那充满喜悦的童音，我无奈地摇了摇头，脸上却不自觉地浮现出一丝笑意。我转过头，看着身边还在熟睡的男人，晨曦的光芒柔和了他冷硬的轮廓，连带着看他，似乎也顺眼了许多。那段日子仿佛是我从他身边逃离后最安稳的时光。霍长渊似乎真的将自己当成了一个寻常的江南富商，每日除了接送星辰、教他习武，便是在我的戏房里一坐一天，雷打不动。然而我们都心知肚明，他不可能永远留在江南。原本霍长渊还想在我家就这么赖着不走，但这份短暂的、脆弱的平静，终究还是被一道来自京城的800里加急圣旨打破了。圣旨措辞严厉，命令他在边境大胜之后即刻回朝，接受封赏，并商议后续的国策。皇命难违，临行前一晚，他沉默许久，终于还是开口了，声音在清冷的夜色中显得有些沙哑。他看着我，眼中带着最后一丝孤注一掷的期盼，小心翼翼地问道：唐儿，如果我向皇上请旨，此生除你之外绝不再娶，你会不会跟我走？我端着茶杯的手微微一顿，不得不承认，这一刻我的心动摇了。可我缓缓地摇了摇头，拒绝了他。在他眼中最后一点光亮也暗淡下去时，我轻声说道：星辰很喜欢军营，也崇拜你这个大将军，他跟着我在江南终究是埋没了，你可以带他回去。这话说出口，像是在我心上剜下了一块肉，痛得我几乎要窒息。可我知道这是对星辰最好的安排。霍长渊显然没想到我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他猛地抬起头，眼中满是震惊与不可置信。他张了张嘴，似乎还想说些什么，想劝我，想挽留。我的目光却落在了他胸前那片被衣襟扮演的熟悉的轮廓上，那枚木牌的边缘。我打断了他即将出口的话，抬手指了指他的胸口，将话题轻轻地转移开去，问道：都这么多年了，怎么还带着这个？听到我的问题，霍长渊下意识地伸出手，将那枚藏在衣襟里的木牌掏了出来。在清冷的月光下，那块被他体温捂得温热的桃木牌，表面已经带上了一层温润的光泽，上面那个歪歪扭扭的渊字依旧清晰。他用指腹轻轻摩挲着那个字，声音里带着一丝自嘲与无尽的悔恨。因为你走之后，我发疯似的翻遍了整个将军府，才发现你留给我的东西竟然就只剩下这一件了。他抬起头，黑沉的眸子在夜色中紧紧地锁住我，声音沙哑：为了聊起相思，便开始日日带着，一开始是挂在腰间，后来上了战场，刀剑无眼，怕丢了，就干脆贴身带着了。我听着他的话，心中五味杂陈，忍不住刺了他一句：你当年对我那副爱答不理的样子，我以为你早就把这东西扔了呢。我的话让他英俊的脸上升起一丝不自然的红晕，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移开视线，声音也低了下去：其实我早就喜欢上你了。他顿了顿，似乎在回忆着什么，声音变得有些悠远。就在后院，我好几次看到你一个人，明明被困在那方寸之地，明明知道自己前路未卜，却还是把那几盆花草照顾得那么好，那么坚韧地活着。从那时候起，我就……他没有再说下去，但后面的话我们都心知肚明。他叹了口气，苦笑道：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我堂堂一个大将军，从未对人低过头，更不知道该如何去讨一个女人的欢心。我只能就那么一直闷着，而且……他看着我，眼神变得无比认真。我不想用妾室这种名分来羞辱你，在我心里，你苏清婉值得最好的，可那时候的我给不了。他将那枚木牌重新握进手心，仿佛握住了什么珍宝。所以当时我才舍不得带，因为那时候我还能日日看见你，活生生的你。可你走了之后，这里……他指了指自己的心口，就空了。我便只好带着它，好像这样就能离你近一些。临走的那天，码头上起了风，吹动着霍长渊的衣角，也吹乱了我鬓边的碎发。他牵着星辰的手，一大一小两个身影，都用同样期盼的目光看着我。我会一直等你。他郑重地许下承诺，目光灼灼。无论多久。星辰也用力地点着头向我挥手。娘，我也会想你的，我会每天都给你写信。看着他们登上返回京城的船，我的心一半是离别的酸楚，一半是前所未有的轻松。他们回到京城后，星辰果然信守承诺，几乎每隔3、5日就会有一封信，或是通过信鸽，或是通过霍家的商队辗转送到我手中。信里，他用稚嫩的笔触描绘着在京城的生活。霍长渊会亲自教他读书写字，会带他去城外骑马，会搜罗全京城最好吃的点心给他，字里行间都是被妥帖照顾的满足与快乐。看着这些，我悬着的心终于彻底放回了肚子里。我将西方全权托付给了最信得过的半夏，他跟着我多年，早已能独当一面。在一个清晨，将这些年积攒下的大部分积蓄装进一个简单的行囊里，悄然离开了这座我生活了数年的江南小镇。我开始了在各地的行善之旅。我见过太多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百姓，他们或缺衣少食，或病痛缠身，我便用我的积蓄为他们搭起粥棚，为他们请来看诊的大夫，为他们提供一个暂时的庇护之所。我一路向北，越是靠近边境，战争的痕迹便越是触目惊心，荒芜的村庄，废弃的农田，还有百姓们脸上深深的惶恐与不安。当我航至北境时，凛冽的寒风已经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也正是在这里，在一队行色匆匆、盔甲鲜明的队伍中，我恰好撞见了那面我曾无比熟悉的、绣着雄鹰的霍家军旗。他们是霍长渊为了平定边疆战乱而派来的亲兵。北境的冬天
寒风刺骨，滴水成冰。我命人支起了巨大的粥棚，热气腾腾的米粥在寒风中散发着微弱的暖意和香气，吸引了无数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灾民。我裹着厚厚的棉衣，亲自为他们一勺一勺地分发着米粥，看着他们冻得发紫的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我的心里也感到一丝慰藉。就在我低头盛粥的间隙，眼角的余光似乎瞥见人群的末尾站着一个异常挺拔熟悉的身影，那身影与周围佝偻着身子的灾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我心头一跳。我诧异地抬起头，目光穿过蒸腾的白色雾气，与那道躲在人群中正静静看着我的视线撞了个正着。是霍长渊，风尘仆仆，脸颊也被北地的寒风吹得有些粗糙，但那双眼睛却依旧像夜空中最亮的星，专注而深邃。他罕见的没有直接上前，只是远远地站着，目光复杂地看着我忙碌的身影，没有丝毫要打扰的意思。我心中微动，但很快便收回了视线，继续手上的动作，直到最后一位灾民也领到了粥，周围的人群渐渐散开，我才直起身，捶了捶有些酸痛的腰，沉稳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我一回头就看到霍长渊正向我走来，而跟在他身后的还有一个小小的身影，看到我之后便再也忍不住，迈开小短腿冲了过来，一把抱住了我的腿。娘，是星辰。我惊喜地蹲下身，将他紧紧地搂进怀里，感受着他温暖的小身体。他怎么也来了？霍长渊走到我们面前，看着我们母子相拥的画面，眼神里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他轻声开口，像是许久未见的老友一般寒暄道：“我带星辰来看看你。”那晚，我们3个人就在我临时居住的简陋营帐里吃了一顿算不上丰盛却异常温馨的家宴。星辰叽叽喳喳地说着京城里的趣事，说着他有多想我。霍长渊则在一旁默默地为我们添着茶水，偶尔插上一两句，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我们母子。烛光摇曳，映着我们3人的脸，竟真的有了一丝家的味道。饭后，星辰玩闹了一天，很快便睡熟了。帐篷里安静下来，只剩下炭火偶尔发出的噼啪声。霍长渊沉默了许久，终于还是忍不住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你还会走吗？”我看着他小心翼翼的眼神，没有直接回答。我转头看向帐外漆黑的夜色，轻声说：“这里还有很多人需要我的帮助，我不会立刻走。”自那天起，北境的战场上出现了一道奇特的风景线。我在后方，每日除了为难民施粥，还接手了更为繁重琐碎的军需采购。我利用过去在江南积攒下的人脉和商路，将一批批粮食、药材、棉衣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我带着人清点物资，安置伤员，忙得脚不沾地，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而霍长渊则在阵前如同一尊战神，从前线回来的士兵们一个个都传得神乎其神。他们说，大将军最近像是变了个人，整个人容光焕发，不知疲倦。以前他打仗时沉稳狠厉，如今却多了一股势不可挡的锐气。他总是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一把长枪使得出神入化，杀得敌人闻风丧胆。你们是没瞧见？一个刚从前线换防下来的年轻士兵，一边大口喝着热粥，一边眉飞色舞地对同伴说：“将军他每次冲锋前都会回头往咱们后营的方向看一眼，那眼神啧啧温柔的能掐出水来。看完之后再回头面对敌人，那眼神就变得跟刀子似的，简直是判若两人。”大家哄堂大笑，纷纷说大将军这是有了挂念，有了软肋，也有了铠甲。我听着这些话，脸上有些发烫，心里却泛起一丝丝连自己都不愿承认的甜意。在这样高昂的士气鼓舞下，霍家军连战连捷，捷报频传。不过短短2个月，就将那支一度嚣张无比的边疆异族打了个落花流水，狼狈地逃回了他们的苦寒之地，签下了10年内再不来犯的降书。边关的局势在霍长渊的铁腕治理下，迅速地稳定了下来，战火的硝烟散去，取而代之的是重建家园的勃勃生机。我知道，我不能再留在这里了。战争时期，我的存在是他的助力，是军心的慰藉。可如今和平降临，我一个无名无分的女人长久地待在他的军营里，只会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流言蜚语。我的行善之旅还未完成，天下间还有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在一个傍晚，我找到了正在城墙上巡视的霍长渊，他站在夕阳的余晖里，身姿挺拔如松。我要走了。我开门见山，他的身体僵了一下，缓缓转过身来，目光复杂地看着我，有不舍，有失落，但更多的是一种我看不懂的深沉。这里已经安定了。我看着远方连绵的山脉，轻声说：“我的旅程也该继续了。”霍长渊没有强留我，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说：“保重。”他处理完北境所有交接事宜后，很快便班师回朝，而我则像一片孤云，继续着我漫无目的的游历，一路向南。旅途中，我时常能在茶馆和驿站听到人们的谈论，他们说的是霍家军凯旋的盛况，说大军所过之处，百姓们无不夹道欢迎，鲜花与欢呼声淹没了整条街道，说霍长渊将军是如何的英明神武，说他身边的那个小将军，也就是我的星辰，是如何的少年英姿。说书先生将星辰在北境的事迹编成了段子，在茶楼里说得绘声绘色，说他如何在霍长渊的指导下识破敌军的奸计，如何在危急关头用他小小的身躯保护了粮草。星辰，这个我只希望他平安喜乐长大的孩子，竟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已经成长为了一个被众人传颂的少年英雄。我听着这些，心中既有骄傲，又有一丝说不清的疏离。那份荣耀属于他们，属于京城，而我只是一个行走在山水间的布衣行者，用我微薄的力量去温暖那些被遗忘的角落。我的脚步越来越慢，不知不觉竟离京城越来越近。就在京郊的一座小镇落脚时，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像一块巨石猛地砸进了平静的湖面。
听说了吗？霍大将军要辞官了。茶馆里，一个行商压低了声音，却掩不住话语里的震惊。这怎么可能？将军如今胜券正浓，如日中天，怎么会要辞官？千真万确，奏折都递上去了，说是要归隐田园。我的心在那一刻漏跳了一拍，端着茶杯的手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起来，滚烫的茶水洒在手背上，我却浑然不觉。那人继续道：霍将军竟然当庭力荐他那个儿子苏星辰，皇上本来还犹豫，可一看到那少年郎的英姿，再想想从北京传回来的战报，竟然就松了口答应了。轰的一声，我脑中一片空白，他疯了吗？我再也坐不住了，扔下几枚铜钱，不顾一切地冲出茶馆，雇了最快的马车，疯了一样的向京城赶去。我必须去问个清楚。就在我乘坐的马车要驶入京城高大的城门时，一列轻车简从的队伍正缓缓地从城门内驶出。我的马车夫躲避不及，与为首的那辆马车堪堪撞在了一起，而对面那辆马车的车帘也在碰撞中被猛地掀开，是霍长渊。周遭是一片混乱的嘈杂，马匹的嘶鸣，车夫的惊呼，随从们乱作一团。可我的世界里却只剩下眼前这张近在咫尺的脸。霍长渊最先反应过来，几步走到我的车前，不顾周围的混乱，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谭儿，真的是你？他声音里的狂喜根本无法掩饰。我不是在做梦吧？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我压下心中翻江倒海的情绪，仰头看着他，声音因为急切而微微发颤。你为什么要辞官？那是什么位置？那是你拼了半条命换来的。你说不要就不要了。还有星辰，他还那么小，你怎么能把他一个人丢在京城那个吃人的地方？霍长渊，你到底在想什么？一连串的质问像炮弹一样砸向他，他却不闪不避，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他缓缓开口：我想过了，我不该逼你。如果你想回江南，我便陪你回江南；如果你想继续游历，看遍这世间山水，我便陪你一起。这将军之位，这京城的荣华，若是没有你，于我而言，不过是另一座牢笼。他的话让我的心狠狠一颤，我张了张嘴，却发现所有的质问都堵在了喉咙里。他伸手入怀，小心翼翼地掏出了一封信，递到我面前。那信封上是星辰还有些稚嫩却已初具风骨的字迹。我颤抖着手接过，展开信纸，信是星辰写给我的。他说他知道父亲的决定，他支持父亲。他说他已经长大了，不再是那个需要躲在父母羽翼下的小孩子了。他说父亲已经守护了这个国家半生，太累了，现在轮到他了。信的最后只有一句无比坚定的话，仿佛能透过纸张看到他挺直的脊梁和坚毅的眼神。霍长渊看着我，替儿子说出了那句让他甘愿放手的话。他说他要替父亲继续守护这万里江山。星辰那句继续守护这万里江山，像一记重锤，轻轻的却又无比坚定地敲在了我心上最柔软的地方。我看着信纸上那力透纸背的字迹，仿佛能看到我的儿子，那个曾经还需要我抱着哄睡的孩子，如今已经挺直了脊梁，眼神坚毅地站在朝堂之上，准备接过他父亲的重担。一股难以言喻的酸软与骄傲瞬间涌遍了我的四肢百骸，我为他心疼，也为他自豪。我所有的坚持，所有的防备，在这一刻仿佛都失去了意义。我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个为了我甘愿放弃半生荣耀的男人，他眼中的期盼与忐忑像一团火，烧着我最后的防线。我此行已经游遍了大江南北，也累了。我收起信，声音里带着一丝我自己都未曾察觉的释然。我准备回江南看着我的戏房。我没有说我们，但他眼中的光芒却在瞬间被点燃，亮得胜过漫天星辰。明白了我的言外之意，我们一起回了江南，没有了家国天下的重担，卸下了所有伪装与防备。归途的马车走得缓慢而安详，我们不再是将军与金丝雀，只是苏檀和霍长渊。回到江南后，霍长渊给了我一场前所未有的盛大婚礼。那一天，整个江南小镇都轰动了，送亲的队伍从街头排到了巷尾，十里红妆，连延不绝，宾客迎门。我所救助过的人，西方的伙计，甚至还有远道而来的霍长渊过去的同袍，都带着最真挚的祝福，挤满了小小的院落。我穿着一身用最名贵的云锦织就的火红嫁衣，头戴着他亲手为我戴上的沉甸甸的凤冠霞帔。透过晃动的珠帘，我看到他同样穿着一身喜服，正站在路的尽头，笑望着我。在所有亲朋好友的见证下，我走过长长的红毯，将手放入了他的掌心。这一次，我嫁给了那个我爱了一生的男人。婚后的日子，他不再是那个不解风情的将军，而是会笨拙地为我学着描眉，会在我犯困时将我抱回房中的丈夫。我们共同经营着那家小小的戏坊，他负责打理账目，我则专心创作新的戏文。我将我们之间这几年的兜兜转转，那些误会、别离、思念与重逢，都写进了一折新的戏文里，取名《金丝雀》。没想到这出戏一经上演便大受欢迎，被无数戏班争相传唱，从江南水乡一直唱到了遥远的京城。又是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我与霍长渊并肩坐在戏坊2楼最好的位置，能看到戏台上的将军终于寻回金丝雀，为他许下一生一世的承诺时，我靠在了他的肩上。霍长渊紧紧牵着我的手，看着台上的悲欢离合，感受着台下观众的唏嘘感叹。他侧过头，在我耳边满足的轻笑出声。你看，这下我们的故事也可以被传向后世了。